穿成女主的恶毒闺蜜后，我疯狂破女主。宝宝，虽然我把你们家破产的消息说了出去，还亲了你喜欢的人，但我都是为了你好啊。今天这么点事你就哭哭啼啼的，以后怎么面对残酷的社会？后来，女主望向我，满眼亮晶晶，月月，你好像在发光，我真的好喜欢你啊。我穿成了小白花女主的恶毒闺蜜。文中我们一起长大，情同姐妹，女主拿我当最知心的朋友，有什么好事都想着我。可她不知道，我一直嫉妒她，因为她无论家世、学习还是样貌都压我一头。就连我曾经喜欢的男生也给女主递了情书，还被她送给我看。有女主在的地方，大家永远都更喜欢她，而看不到同样优秀的我。所以我黑化了。在女主家破产后，我马上翻脸不认人，各种欺压女主，还抢了她一直喜欢的人。然而，女主家破产是假的，是宠爱她的霸总父亲想让天真无邪的宝贝女儿知道人心险恶，给她上一课罢了。最好闺蜜和暗恋之人的背叛，为男主霸道护妻提供了很多机会，让他们成功相爱。所以，我无语扶额，不搞雌竞会死吗？明明女配各方面也很优秀，她理应追求更广阔的世界，成为更优秀的自己，为什么要把她变成一个目光短浅、只知道嫉妒别人的傻瓜？而女主受尽苦难，没有任何成长，只是为了让她和男主相爱，真是太可笑了。奇怪，你听了我的话，系统竟然欲言又止，不应该呀？怎么啦？什么不应该？我疑惑道。嗨，没什么。系统轻咳两声，恢复了一本正经。总之，你不要想那么多，按照剧本走剧情就行了。做完这一切，你就可以在现实世界苏醒。当然，你也可以选择不配合，但是女配寿命有限，1年后就会因病去世，你留在这里也活不了多久。距离你发生车祸已经3年，你也昏迷了3年，但你的父母从来没有放弃，每天都在盼着你醒过来。难道你忍心让他们一直等下去吗？听到系统提起车祸、昏迷、3年，我只觉得一片茫然。我拼命回想，好像记起了无数碎片，但又好像是个旁观者，内心毫无波澜。就连深爱我的父母，看着他们憔悴的面容，我都觉得很是陌生。但那佝偻的身躯和白发实在太刺眼，我沉默良久，还是妥协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绵绵，你给我发的消息是真的吗？你们家真的破产了吗？高考后的毕业聚会，看到女主屈绵绵进门，我便大声询问，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。女主高考完回到家，才得知了破产的消息，她只告诉了我一个人，而我则按照剧情，在全班同学面前把这件事抖搂了出来。在众人的注目下，只见屈绵绵的脸刷的一下红到了脖子根，站着半天没回话。我把她带到座位上，故作好心的安慰道：“没关系的，绵绵，你就实话实说吧，我们谁都不会笑话你的。”顶着众人探寻的目光，屈绵绵眼眶微红，垂头低声说道：“是真的。”此话一出，众人看向屈绵绵的目光都多了分淡漠疏离。这里的同学大多都是非富即贵，谁家一旦破产，被踢出社交圈再正常不过。即使屈绵绵有女主光环，可一旦没钱，便会从金字塔的顶端跌落。这也是女配要把这件事昭告天下的原因。看着屈绵绵委屈巴巴的样子，我咬了咬牙，继续发力。哎呀，你家破产了，顾怀川的大学学费怎么办啊？毕竟他可一直都是你们家资助的。顾怀川，屈绵绵的心仪对象，2大校草之一，长相清秀，家境贫寒，温柔和煦，白衣少年，再加上优异的成绩 ，buff 叠满，是无数小女生的梦中情人。只不过他一直由屈家资助，满眼都是屈绵绵，被誉为屈公主的守护骑士。但是如果公主跌落尘埃，骑士还会一如既往的守护公主吗？只见屈绵绵看向顾怀川，哽咽着道歉：“对不起啊，怀川，我们家可能不能再资助你了。”屈绵绵的霸总父亲为了逼真，骗他投资失败，不光倾家荡产，还倒欠银行几个亿。别说顾怀川了，就连他自己的学费都还没有着落呢。顾怀川眼中闪过一丝晦暗，但他很快温柔笑道：“没关系的，绵绵，你们家已经帮我很多了，学费的事我可以自己想办法。”我没有错过顾怀川的眼神变化，故作生气道：“你们俩还有没有把我当朋友？绵绵没钱，可我有呀，这点学费算什么呀？”听到这话，顾怀川看向我，清秀的脸上带着不可思议的羞涩：“真的吗？”“当然是真的，不止学费，你的生活费我也包了。只不过……”我拉长声线吊足胃口，迎着顾怀川和屈绵绵灼热的目光，直接扔下了一颗深水炸弹。“顾怀川，我喜欢你，我想你做我的男朋友。绵绵，毕竟你们家已经破产了，你应该不会反对吧？你刚刚的操作都快把我看傻了。”我都听见女主心碎的声音了。刚刚我不光向顾怀川表白，还亲了他一口，挑衅的看着屈绵绵，恶毒的很，直接就把顾绵绵气跑了，哭着跑，眼泪很大颗。顾怀川和男主都起身去追，但顾怀川被我给拉住了，到底没敢再去。不愧是一直吃软饭的，知道谁才是以后的大腿。机操物六，我看着时间问系统，顾绵绵应该已经被男主送回家了吧？已经回去了。可惜男主太高冷，他们总共也没说上几句话。我点头，正常，霸道总裁都这样。走吧，我们现在去屈绵绵他家。系统莫名有些兴奋，
没有这段剧情呀。是不是欺负人的滋味很爽？你准备追到女主家里去气她？我翻了个白眼，拜托你做个人吧。我去找曲绵绵，当然是为了绵绵，我给你带了你最喜欢的草莓蛋糕，快给我开门呀！我站在曲绵绵家门口，门铃按了一遍又一遍，终于把她给盼来了。只见曲绵绵穿着白色蕾丝睡裙，两只眼睛红得像兔子，凶巴巴地说道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我呼吸一顿，不愧是让女配嫉妒的顶级美貌，肌肤胜雪，面若桃花，一头秀丽的黑色卷发随意披在肩上，看着就香香软软，像童话里的漂亮小公主。明明是在生气，却一点都不讨厌，反而让人心生怜爱。我赶紧卖萌装可怜：“绵绵，刚刚你都没怎么吃东西，我怕你会饿，给你买了最喜欢的草莓蛋糕。”曲绵绵看着我手里的蛋糕，眼泪啪嗒就下来了。呜呜，你怎么这样啊？同学聚会才刚结束，你怎么能像个没事人一样？你明明知道我有多喜欢顾怀川的，我本来都想讨厌你了，可是看到你给我送草莓蛋糕，我就讨厌不起来了。呜呜，女主果真心软善良，我松了一口气。绵绵宝宝，虽然我把你们家破产的消息说了出去，还亲了你喜欢的顾怀川，但我都是为了你好啊。人心险恶，你把握不住的。曲绵绵瞪大双眼，怎么也想不通，你是为我好？我义正言辞地点点头，没错，我这么做全是为了你着想。你说你们家破产的事情能瞒住吗？咱们这个圈子是不是早晚都会知道？与其到时候被别人一遍遍追问嘲笑，是不是现在直接坦然承认更好一些？曲绵绵咬唇，有点道理。还有，我根本就不喜欢顾怀川。曲绵绵诧异，那你还向他表白？你还亲了他？我悠悠叹了口气，绵绵，你不知道患难见真情吗？以前你们互相喜欢，还约定高考结束就在一起，那是有曲家为你们保驾护航。可是现在你们家破产了，你不能再给他提供任何助力，甚至可能还会拖累他，你就那么相信他不会变心吗？想到即将背负的巨额债务，曲绵绵小脸一片惨白。顾怀川，他不是那样的人。我拿出纸巾给曲绵绵擦泪，柔声说道：“绵绵，我只是想替你考验一下他，但是结果显而易见，他不值得。你走之后，顾怀川本来是要追出去的，但我只轻轻地拉了他一下，甚至都没用力，他就停下不动了。你说你哭成那个样子，我都心疼死了，难道他就不担心吗？还是说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做出选择了呢？”曲绵绵仓皇地眨着眼睛，怎么也说不出反驳的话，因为顾怀川以前是绝不会这么对他的。他最贴心不过，即使他有司机接送，每次放假还是要陪他回家，再自己回去。他说怕他回家路上孤单，还有亲眼见他平安到家才能放心。他从没让他一个人回家过，更不舍得让他哭。今天这样的情况还是第一次，甚至直到现在他都没有跟他解释一句。所以呀，绵绵，我故作伤心，明明我是为你着想，还怕你没吃东西饿肚子，可你竟然想要讨厌我。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居然还比不过一个顾怀川，我真的太受伤了。看着我难过做作的样子，曲绵绵慌了。呜，对不起月月，都是我不好，最近发生的事情太多，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。你说的对，我们是好朋友，我怎么能怀疑你呢？我最喜欢月月了，你能不能原谅我一次？我再也不会不相信你了。月月，沈佳月，就是我这个恶毒女配的名字。看着小公主，曲绵绵讨好地挽着我的手，泪眼婆娑，我的心都要化了。绵绵，虽然你伤害了我的心，但我又怎么会真的怪你呢？你记住了，我们是好朋友，无论我做什么都是为了你好，所以下次你一定要无条件的相信我好吗？曲绵绵顿时有些傻眼啊，还有下次？我义正言辞道，百炼才能成钢，今天这么点事你就哭哭啼啼的，以后怎么面对残酷的社会？作为你最好的朋友，我是不是应该为你长远打算，多多磨练，让你成长呢？曲绵绵愣愣的点头。我掩面叹息，哎，哪怕我再不舍得，哪怕我要做坏人，哪怕你可能会讨厌我，只要是为你好，我也认了。话音未落，我便被曲绵绵一把抱住了。呜呜，月月，你的苦心我都听懂了，你对我真是太好了，我才不会讨厌你呢，我最喜欢月月了，月月为我好我都知道的。呜呜，女主真香。告别曲绵绵后，系统直接发起了脾气。你怎么回事？剧情里没有这段，你当好自己的恶毒女配就行了，不要做出和人设不符的事情。我笑眯眯道，稍安勿躁，难道你看不出来我是在破坏女主吗？我不光要在行为上欺负她，还要在精神上操控她，双管齐下，才能更好地完成任务吗？系统狐疑地问道，你真是这么想的？我叹了口气，有些委屈，我都这么努力了，你怎么还怀疑我呢？要不你还是送我回去躺着吧，做植物人也挺好的，起码不用辛辛苦苦还被人骂。看到我的表演，系统顿时傻眼，语气也软了下来。好吧，是我误会你了，我跟你道歉，我刚刚没有骂你，就是说话大声了一点。哎，你别哭啊，我保证下次不会了，行不行？我满意地点点头，顿时就不难过了。系统 CPU 烧了，这画面怎么似曾相识？第二天，我把曲绵绵接来了我在郊区的度假别墅，看着小公主红肿的眼睛，我捏了捏她的脸，真软，昨晚没睡好。只见曲绵绵眼里满是担忧，
犹犹豫豫。月月，顾怀川一晚上都没有联系我，他会不会出事了？又是顾怀川，我忍不住轻点一下他的额头。没出息，全世界就剩顾怀川一个男的了吗？说罢，我拍拍手，顿时就有一位御姐带着7、8、90个帅哥走了进来。西装禁欲，霸气痞帅，肌肉猛男，清纯奶狗，知性学霸，阳光男孩，各种类型应有尽有。为首的御姐名叫林离，是沈佳悦的生活助理，肤白貌美，大长腿，简直长在了我的审美上。不得不说，沈佳悦欣赏美女的眼光和我还是很一致的，很难想象她会因为嫉妒女主而坏事做尽。只见林离带着帅哥们向曲绵绵鞠躬问好，曲小姐上午好。面对这么多的异性帅哥，曲绵绵不禁吓得后退一步，小脸通红。月月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看着赏心悦目的帅哥们，露出了发自内心的笑容。别怕，带你长长见识。一个顾怀川就能把你迷晕，出社会还不得被卖了？趁现在多历练历练，提高免疫力。曲绵绵听了又羞又急。哎呀，月月，你什么时候学得这么坏了？我故作委屈，这些帅哥可不便宜，要不是亲闺蜜，谁能对你这么好啊？绵绵宝宝，百炼成钢，你不会第一天就不配合我吧？啊！曲绵绵眨着眼睛，犹犹豫豫。这，好吧，我得逞的笑了。不得不说，女主是真的好忽悠，也不得不说，10个帅哥是真的好快乐。松松垮垮的领带下若隐若现的肌肉，无袖球衣浑身充斥的荷尔蒙，以及金色眼镜框下紧绷的白衬衫，家人们谁懂啊？口水都要流一地了。再加上耳边娇娇软软的姐姐，温柔宠溺的宝宝，深情款款的大小姐，嘴角根本停不下来，这就是人间极乐吧？有钱真好，我说真的。喝了点微醺的小酒，曲绵绵也逐渐不再拘束，开开心心的和帅哥玩起了桌游。而我更是放飞自我，拿了毛笔在2个禁欲帅哥的腹肌上洋洋洒洒来了手枪禁酒。这次真大啊，不是，这次真硬啊！当我满意的喊曲绵绵来看我的杰作，他有些羞涩，但语气满是崇拜。月月的书法水平一向都是顶尖的。我忽的一愣，可我不是沈佳悦呀，我又没有学过书法，怎么会写出这么好的毛笔字呢？疑惑涌上心头，我借口上厕所回到了卧室。系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明明没学过书法，为什么拿起毛笔就好像无师自通一样？系统好像有些慌张啊，可能是沈佳悦自小学习书法，他的身体有肌肉记忆吧？是吗？我垂下眼眸，好像解释得通，但又觉得有哪里不对。系统轻咳，你就不要疑神疑鬼了，我还能骗你不成？赶紧完成任务才是你的正事，找这么多帅哥带坏女主，我还没跟你算账呢。我大囧，也顾不上再怀疑什么，赶紧狡辩，帮助女主放下软饭男也是剧情之一嘛。再说了，喜欢帅哥是人之常情，这怎么能叫带坏呢？我辛辛苦苦做任务，给自己谋一点小小的福利都要被算账，你这系统也太黑了吧？系统无奈，好吧，算你有理。顾怀川已经来了，赶紧出去走剧情。我笑眯眯地告别系统，走到大厅，果然看到了顾怀川。只见他脸色铁青地瞪着曲绵绵，眼神中充满质问，一副捉奸在床的样子。而曲绵绵则委屈巴巴地站在他的身旁，泪水在眼眶中打转，完全不复刚才的开心模样。可恶，刚哄好的老婆！我冷笑出声，顾怀川，你要是想在我家和别人谈情说爱，就立马滚蛋。顾怀川眼中的怒意一闪而过，很快恢复了平静。他温柔浅笑道：佳悦，你误会了，不是你叫我来的吗？看着曲绵绵错愕的眼神，我转怒为笑。对哦，你可是我钦定的男朋友，自然要随叫随到了。顾怀川笑着向我走来，全然不再理会一旁伤心欲绝的曲绵绵。我怒从心起，随手拿了一件男仆装砸向他，换上给我看看。顾怀川猝不及防地接住，待他展开看清是什么东西，脸色不再平静。你羞辱我？我笑了。5万。顾怀川义正辞严道：这不是钱的事情，你不尊重我。我不置可否。10万。顾怀川明明眼神冒火，神情却破碎不堪。沈佳悦，是我看错你了。他把衣服扔在地上，转身便走，背影伤感落寞，任谁看了都会忍不住心疼一下。于是我叫住了他，不过没有心疼，而是毫不客气。顾怀川，不要跟我玩欲擒故纵的把戏，我可没有多少耐心。15万，穿得了就穿，穿不了就滚，这里多的是想挣钱的人。当然，如果你现在走了，那我昨天答应你的5万也没有了，你自己看着办。月月，不要这样。曲绵绵拉着我的胳膊小声询问，你们约定了什么5万？看着顾怀川的黑脸，我戏谑地笑了，我们约好，只要他回家后1天不联系你，今天就给他打5万块钱。绵绵宝宝，现在你知道他为什么一晚上都没找你了吧？顾怀川转身换上了男仆装，脸上平静的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看着他温和的笑意，我只觉得恐怖，只有够狠的人才能忍常人所不能忍。眼看这种情况，曲绵绵已经无心玩乐，我便让林离把那些帅哥都送走了。趁着顾怀川在给我挑火龙果的籽，我把曲绵绵拉到了泳池旁，开启今天的主线任务。剧情里我应该把曲绵绵推下去，他不会水，但是我要过一会儿才假装慌忙的让人救他。你怕水？我皱眉问道。曲绵绵摇摇头，不怕。撒谎，明明看起来就很紧张。
不过在系统的急切催促下，我还是伸出了罪恶的右手。然而下一秒却突然脚底打滑，把自己掉进了泳池。很明显，我是故意的，因为我本来就很抗拒这种情节，看到屈绵绵的反应更是于心不忍。然而我忘了，我好像也不会水。屈绵绵站在岸上，还以为我在同他开玩笑，毕竟沈佳悦连续3年都是高中游泳冠军。可他不知道，我根本不是沈佳悦，而沈佳悦的健将身体也没有凭借本能救我，反而刻意控制着我乱蹬枪水，耗尽力气。没过多久，我便沉到水面以下，鼻子里吸入一大股池水，酸胀的感觉顿时充斥我的全身。我只觉得大脑快要爆炸了。恍惚间，我好像看到了屈绵绵跳入水中，笨拙地向我靠近。可下一秒，我又看到他在水中挣扎，而我只是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面上无动于衷，心脏却剧烈地疼痛着。是幻觉吗？可是画面怎么那么清晰，就连疼痛也那么真实，好像是我的亲身经历一般。是沈佳悦的记忆吗？难道在同一个泳池已经发生过相同的剧情了？可同样的剧情为什么要再来一遍？而系统又为什么从来都没有提起过？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无数的谜团笼罩了我的意识，很快便被黑暗吞噬殆尽。在睁开眼时，只见顾怀川正湿漉漉地坐在我的床前，看我醒来，立马关切地拉住我的手：“佳悦，真是吓死我了！还好我会游泳，不然真不知道要怎么救你。”我扯了扯嘴角：“谢谢你，我会给你加钱的。”剧情里，屈绵绵在泳池挣扎许久，直到沈佳悦示意后，顾怀川才把她救了上来。所以顾怀川救我，我毫不意外，也没有太多的感激之情。人可以爱钱图利，但不能为了追求利益没有良心。他任由沈佳悦欺负女主而不阻止，我鄙视他。听到我的话，顾怀川明显有些受伤。佳悦，在你眼中，我就是那么爱钱的人吗？昨天你跟我告白的时候，我才发现我也是喜欢你的。你都不知道，刚刚你没醒来的时候，我有多担心。我的目光突然瞥到了他身后的女主，故作吃醋。那屈绵绵呢？我可是知道你们约好高考后就在一起的。顾怀川捧起我的手，深情款款。佳悦，以前是我看不清楚自己的内心，错把感激当成了爱情。可是现在，我已经认清了自己的内心，我喜欢的那个人从来都是你。请你给我一个机会好吗？让我守护你，我会用往后所有的时光来弥补以前对你的遗憾。真感人啊，怪不得能把女主哄得团团转。我忍不住问道：那屈绵绵怎么办？她肯定很伤心。顾怀川温柔地看着我：佳悦，你才是我要守护的公主，我只在乎你的感受。至于别的不相干的人，我管不了那么多，只能希望他自己好自为之吧。好自为之，我悠悠说道。顾怀川，如果我是屈绵绵，一定打爆你的头，才能解我心头之恨。顾怀川愣住，随即莞尔一笑：佳悦，再跟我赌气，也不要拿自己跟那种人相提并论。你是天上的明月，我唯一的公主殿下，他有哪一点能比得上你呢？那种人，家里破产便连名字都不配提起了，软饭男的嘴脸可真现实啊！我强忍心中的怒气，看向一直站在门口的屈绵绵：你到底抽不抽他？你不抽，我可就替你动手了。只见屈绵绵泪眼朦胧，却依旧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反而是顾怀川诧异回头，但很快镇定下来，走到了屈绵绵面前。屈同学，你听到了也好，我一直很感激你，但很抱歉，那不是爱情。既然现在说清楚了，以后我们就不要再联系了，我不想佳悦误会。顾怀川话还没有说完，屈绵绵便甩了一个响亮的耳光过去，听起来力道十足。屈绵绵看着顾怀川，一字一句：你真让我感到恶心。顾怀川明显被打懵了，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，既然如此，我就再也不欠你什么了。屈绵绵没有理他，反而转身看向我，委屈地撇着嘴，却倔强地不肯让眼泪流出来，好像小孩子在外面受欺负找家长告状的样子，看得我是真心疼，直接把顾怀川喊了过来，啪啪就是2巴掌。解气了，但没完全解气，刚刚溺水没剩多少力气，想多扇几下都心有余而力不足。懒得理会顾怀川是什么表情，我直接喊了林离，给他准备50万现金，让他赶紧滚。记住，要透明袋子。听到透明袋子，顾怀川的脸色顿时比刚刚挨打要难看许多。财不露白，谁会拿着这么多现金大张旗鼓的出门？笨重又显眼，整个一伙把子。更何况这还是在郊区，回家路程遥远，发生什么都有可能。只见顾怀川撑起笑脸，还想要说些什么，我直接一个眼神把他的话堵在了嘴里。顾怀川，不要试图跟我讨价还价，你只能选择要或者不要。之后我们互不相欠，我不想再看到你出现在我面前，你好自为之。顾怀川走后，屈绵绵直接冲过来，紧紧抱住了我，呜呜呜。我拍拍他的后背，头发还没有干透。好啦，绵绵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是他不值得。屈绵绵摇摇头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不是这样的，月月，为什么是你掉进去？为什么你会溺水呢？对不起，月月，要是我早点发现不对，你就不会昏过去了，都怪我不好。屈绵绵的话让我震惊，为什么是你掉进去？就好像他知道会有人掉下去，且那个人不是我，可他怎么会知道原剧情呢？
想到屈绵绵在泳池边的害怕，以及那段心口疼痛的画面，这件事真是越来越扑朔迷离了。我轻声安慰道：“刚刚是我不小心，吓到你了吧？绵绵乖，不要哭了。”屈绵绵的眼泪接连砸在我的肩膀。月月，我好害怕，我差点以为我又要失去你了。不知为何，我突然鼻子一酸，不由自主地说了句：“不要怕，我会一直保护你的。”话音刚落，脑海里立刻闪过了一个我从未看到过的画面。金碧辉煌的酒会上，所有人的面孔都很笼统，只有屈绵绵惊慌无措的表情是那么清晰，而她正在向我奔来。胸口传来巨大的痛楚，我低头看去，一个玻璃碎片径直插在我的上身，鲜血直流，而始作俑者竟然是我自己。我轻轻松开了右手，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，看着屈绵绵的脸庞满是不舍。不要怕，我会一直保护你的。这是我想要对她说的话，可我张了张嘴，却一点力气都没有，视线变得模糊，很快就陷入了黑暗。在睁开眼时，我已是泪流满面。虽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，可我依然为沈佳悦的真心动容。生命垂危之际，她心心念念的也只有一起长大的好朋友。这样好的女孩子，怎么会去嫉妒朋友、陷害朋友呢？她绝不会，也不愿那样做。而今天的种种画面，又是否是沈佳悦在提醒我，她不想我伤害屈绵绵？我借口休息，把屈绵绵支了出去。系统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系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反而很生气。你怎么回事？不是让你推女主落水吗？你怎么自己掉下去了？不小心，狡猾。我淡淡说道。系统，我好像忘了问你，我的原身沈佳悦去哪儿了？系统好像一下子卡了壳，饿了半天才说，一个书里的角色还能去哪儿？要不是出 bug 找不到他的数据了，也轮不到你。想到沈佳悦受伤的画面，我悠悠问道，是吗？系统很快不耐烦道，有完没完？难道我还会骗你不成？我警告你啊，你今天的表现我非常不满意。听到系统的话，我眼眸渐深。是啊，谁说系统不会骗人呢？心里想着，我却已然扬起笑脸。系统别生气嘛，虽然是我不小心落水了，但是剧情都在正常发展呀。女主已经识破了顾怀川的真面目，你的亲亲男主不就有机会了？至于今天没欺负到位，是我的问题。不过你放心，暑假还长，我一定包你满意。系统听了我的保证，态度也缓和下来，这才对嘛。早点走完剧情，早点回家，才是你的正事，别的什么都不用你操心。我不置可否的笑笑，起身走出房间。屈绵绵正坐在餐桌旁发呆，我摸了摸她的脑袋，绵绵在想什么？屈绵绵面容沮丧，月月，我们家一破产，我感觉天都要塌了，根本不知道以后的生活要怎么办才好。我莞尔一笑，你有手有脚，还有我这个好朋友，难道还会饿死不成？屈绵绵犹犹豫豫道，昨天晚上陆远给了我一张黑卡，还说让我随便用，我都不知道他是为什么。陆远，传说中的男主。听闻屈绵绵家中破产，担心他没钱花，便把自己的黑卡硬塞给了他。霸道多金，只做不说，是霸总一贯的行事风范。因为他喜欢你呀。我直接给出了答案。屈绵绵顿时瞪大双眼，啊，月月你别乱说，陆远怎么会喜欢我呢？他整天板着张脸，大家都说他好像没有感情呢。我耸耸肩，万一呢？如果他真的喜欢你，那你会喜欢他吗？屈绵绵想了很久，缓缓摇头，我家才刚破产，我们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。我向前凑近，绵绵宝宝，不用考虑那些现实的因素，我只想问问你的心，如果没有经受苦难，陆远他会是你喜欢的类型吗？屈绵绵有些紧张的咬唇，陆远他很优秀，长得帅，家世也显赫，各方面都很完美，但我总觉得在他面前很有压力，好像只有别人听他话的份，感觉不太舒服。月月，其实昨晚我有想过，万一他喜欢我，和他在一起是不是就能帮我家解除困境了？说完，他难堪地低下了头，声音低落，我明明不喜欢他，却想利用他，是不是很卑鄙呀？我有些无奈，女主的道德感不要太强，就连一个想法都充满负罪感。想想又不犯法，不喜欢就算了。我轻轻抬起屈绵绵的下巴，认真看着她的眼睛。绵绵，人无完人，是人都有私心，不要给自己套上道德的枷锁，那样太累。屈绵绵咬唇弱弱问道，那你会不会不喜欢我了？我摇摇头，语重心长，绵绵，我希望你记住，人生是自己的，不要活在别人眼里。只要你能快乐地做你自己，过你想过的生活，成为你想成为的人，别人怎么想都不重要。当然，在屈绵绵的满眼崇拜中，我温柔浅笑，我永远都不会不喜欢你，因为爱你的人会包容你的一切，明白了吗？屈绵绵重重的点头，满眼亮晶晶，月月，你好像在发光，我真的好喜欢你呀，太可爱了。我忍不住戳了戳她的脑袋，所以绵绵，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？屈绵绵拖着下巴陷入沉思，以前我没想过这个问题，但是现在我想成为一个有用的人，帮爸爸还债。可是我从来没有挣过钱，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办。我眉眼弯弯，别怕，什么事情都有第一次，我可以教你。真的吗？屈绵绵顿时高兴起来，月月，你会教我挣钱吗？我点点头，故作迟疑，但是绵绵，挣钱不易，你自小娇生惯养，能吃苦吗？
曲绵绵闻言苦苦皱眉，但很快打起了精神。月月，虽然我从来都没有做过，也不一定能做好，但是我可以保证，我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，全力以赴。因为我真的很想帮到我的爸爸。看着曲绵绵干劲十足的模样，我突然有了老母亲的欣慰。谁说公主天生娇弱，只能等待王子拯救呢？只是从来没有人给公主选择的机会罢了。曲绵绵成了我的2号生活助理，我带着她和林离一起去了国外，从上海直飞波士顿，然后一路向南，波士顿到纽约，再到费城，最后到达巴尔的摩和华盛顿。我们边吃边玩，同时走访了哈佛、麻省理工、卫斯理、哥大、纽约大学、耶鲁、宾大，还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11所大学和文理学院，耗时1个月。作为老板，我名正言顺地锻炼起了曲绵绵，极尽折腾，变相完成了欺压她的剧情。而当她眼泪汪汪委屈不已的时候，百炼成钢的大道理总能派上用场。1个月时间，曲绵绵黑了3个度，从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小公主变成自力更生的女汉子，还学会了照顾我的日常起居，做一些简单的饭菜。外国人的热情友善也逐渐感染了曲绵绵，让她不再害羞腼腆。我们后续的行程也都交给她去沟通交流。短短1个月，曲绵绵可谓脱胎换骨，生活能力直线提升。当我们在耶鲁大学的招生讲座上聆听他们学校的特点和优势时，曲绵绵扯了扯我的胳膊，两眼放光。月月，我好喜欢这里的文学系哦。我点点她的额头，绵绵胆子大了，都想出国留学了。曲绵绵委屈的撇嘴，我也只是想想啦，我们家现在哪还有钱呀？我淡淡一笑，在系统的警告下不再接话。旅程结束，高考分数已经出来，马上就该报志愿了。我和曲绵绵都考得很好，所以上全国最顶尖的大学，就是小说里的贵族学院。而男主也会来这里上学，因为他爸正是这所学校的校董。按照剧情，我要去改曲绵绵的志愿，让他被一所非常垃圾的学校录取。男主则会在曲绵绵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通过他父亲的特权，帮助曲绵绵直接进入学院。我漫不经心地改着曲绵绵的志愿，跟系统闲聊，你就不能一次多说点剧情？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呀？系统从一开始只给我讲了大概的剧情，而每次需要我做什么，都是事到临头才告诉我。这种被动的感觉真的让人很不爽。我拖着下巴思考，先是推入水，再是改志愿，下一次是不是就要毁人清白了？系统无奈，行了行了，再过2个月就送你回家，你就不要操心女主的事了。还有2个月，我微微一笑，发消息让曲绵绵收拾行李一起进山。人不能只知道世界的繁华，也要看一看阴暗角落里的苦难与坎坷，才能不忘初心。欠发达地区总是山路曲折，我们一行人下车走了很久，才看到一户人家。看着破败不堪的房屋和脏兮兮抱着婴儿的小女孩，曲绵绵有些惊讶，这么破还能住人啊？林离叹了口气，都是生活所迫，我小时候住的环境比这还差呢。我向小女孩招了招手，她马上把婴儿抱进了屋里，趴在门框上只露一个脑袋。我走到小女孩的面前，蹲下轻声询问，小妹妹，你几岁了？小女孩后退了一步，小声答道，10岁。我注意到地面歪歪扭扭用树枝写下的字迹，问道，那你上几年级了？小女孩没说话，下意识地看向了屋里，眼神里满是黯然。我从兜里掏出几颗糖，全部放进她的手心，这个糖很好吃的，你尝尝。小女孩视若珍宝地看着手心里的糖果，灰扑扑的眼睛亮了起来。看她半天都没舍得吃，我又拿出一颗，撕开包装，直接递到了她的嘴边，张嘴啊！小女孩听话地张开了嘴，吃到糖的一瞬间，甜甜笑了起来，谢谢姐姐。我用手擦了擦她的脸，明媚的笑容让我有些心疼，就连曲绵绵也过来把她背包里的小零食都送给了小女孩。小女孩看着我们，亲近了些，姐姐，你们是公主吗？曲绵绵歪着脑袋逗她，这都被你发现了，你怎么知道的呀？小女孩害羞地笑了，童话里的公主都很漂亮，你们也很漂亮，还给我糖吃。每个女孩都是公主。我看着她的眼睛，其实你也是一名小公主。公主不一定要有美貌，也可以是善良、开朗、勇敢和聪明的品质，只有你拥有其中一个，你就也是公主，知道了吗？小女孩重重地点了点头，眼神里满是崇拜。姐姐，那等我长大也会变成你们这样吗？我摸着她的脑袋肯定道，只要你好好努力，一定会成为比我们还要优秀的公主。告别小女孩后，我们又走访了几户人家，应该上学的女孩子基本都在家待着。曲绵绵小脸皱成一团，撇嘴叹气道，我本来以为我是全世界最惨的人，可我现在才知道那根本不算什么。我看向远方轻声叹息，绵绵，你想不想帮帮他们？好啊好啊。曲绵绵狂点头，虽然我出不了钱，但是我可以出力气。月月，你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。我弯起嘴角，好啊，那就由你负责资助事项吧。第2天，曲绵绵就联系到了当地资助机构的一位小领导。然而这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一听我们要资助女孩，竟开始劝说，我们这里还有很多上不起学的男娃呢，你们先资助他们吧。毕竟男人才是一家之主，家里的顶梁柱，女的带孩子做饭就行了，不用上学浪费钱。
这是什么迷惑发言？我皱起了眉。我认为女孩上学很有必要，上了学她就可以不去做饭带孩子，而是走出这里看看外面的世界，这很有意义，不是浪费钱。所以我不考虑男孩，只想资助女孩。中年男人听完摆摆手，女娃读书再好，还不是要嫁人生孩子，最后还不是靠男人的力量支持家庭。小姑娘，男女之间的差异自古就有，这是事实，不是狡辩。你还是太年轻，等你嫁人就明白了。呵呵，嫁你大爷的人。我看向中年男人，男女之间的差距，就像你和我之间的差距吗？我有的是钱，而你都快秃顶了，还只是个打工仔。我说了，我只资助女孩，你巴巴个没完就是听不懂人话。请问你是从清朝穿越回来的吗？中年男人涨红了脸，我只是发表一下我的观点。我冷冷回怼，又不是你掏的钱，你有什么资格发表观点？还教育我，小姑娘也是你喊的吗？思想这么封建，我看你们这机构也不是什么正经机构，钱我就先不捐了。而且我会派人好好查查你们的资金使用情况，要是有人贪赃枉法，就等着被举报吧。哎呀，中年男人一听就急了，他看了看我身后成群的保镖，舔着脸讪笑。妹子，美女，公是公，私是私，怎么说不捐就不捐了？还要举报我们？你这样我怎么向上面领导交代啊？看着男人的窘状，我笑眯眯道：发挥你男人的力量呀，毕竟你可是家里的顶梁柱呢。不出半个月，这家资助机构的贪赃枉法情况查出了大半，相关人员全都撤职查办。而我们的资助名单也确定下来，都是上不起学或者不让上学的小女孩。为了能让所有人都上学，我向家长们承诺，他们的哥哥弟弟我也资助一半学费，这才说通。看到小女孩们背起书包的那一刻，她们脸上的笑容深深触动着我的心。只因不是男孩，上学就没用，只能成为他们奢望的梦想。今天我帮了他们，可这世上又有多少相同命运的女孩该怎么办？曲绵绵在我身旁哭得稀里哗啦，呜呜，他们终于能上学了，真是太好了，呜呜。我眼带笑意，知识改变命运，他们往后的路只会越来越好。至于贪赃枉法的人，一个都跑不掉。绵绵，你记住，无论是谁做了错事，都要承担责任。曲绵绵擦了擦眼泪，笑得很开心，我都记住了，月月。几天后，我们收到了各自的录取通知书。然而曲绵绵看到我给她改的垃圾学校，一点也没有生气，她只是笑嘻嘻地说：月月，我懂，百炼成钢吗？这又是你对我的磨练，对不对？傻得让人有点心疼。我不经意地问道：上次那个秃顶判了几年来着？1年0.8个月。曲绵绵认真回想，猛地一拍桌子：但是月月，你这个磨练有点太过分了，篡改志愿可是违法的。我眨了眨眼睛，啊，那怎么办？绵绵，你会怪我吗？曲绵绵气鼓鼓道：是你说的，无论是谁做错事都要承担责任，所以你得赔我精神损失费。孺子可教，我笑着问道：那你想要多少钱呢？曲绵绵歪着脑袋：100万。我听完有些生气：曲绵绵，你别太过分，我沈家月给精神损失费会这么寒酸吗？再给你一次机会，重新说。曲绵绵想了半天，一脸严肃道：少于500万，我就去告你。噗嗤，成交。看到我跟曲绵绵的交易，系统坐不住了：不是，你给女主那么多钱干什么？我耸耸肩：你也听到了，我不给她就要告我，我要是进去了，还怎么走剧情？我可是要回家的人。系统有些暴躁：你确定你是真的想回家吗？剧情好像都被你打乱了。我认真诚恳道：天地可见，这都是女主的个人行为，我只是一个想要回家的小小植物人，我有什么错？系统，我扬起笑脸安慰系统：哎呀，不就是500万吗？他们家又没有真的破产，这点钱有什么大不了的？系统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我突然捂着嘴惊讶：不会是他们家真破产了吧？系统咬着牙：当然没有。我点点头，笑眯眯道：那我就放心了，马上要回家了，真好。系统气得没有再说话，甚至直接玩起了消失好几天不出现。就连曲绵绵通过耶鲁大学的线上面试被录取，彻底改变了后续上学剧情，他也没有任何反应。这种反常不由得让人开始心慌。我突然警醒，系统可以随时放弃我，而我将再也回不了家，甚至1年后就会死在这个陌生的世界。这也太可怕了。我开始小心翼翼地走剧情，认真虔诚地呼唤系统。直到那一天，金碧辉煌的酒会出现在我面前，是学校升学的庆功宴。我近乎头晕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所有笼统面容都在此刻清晰了起来，完全吻合。这就是沈家月受伤的场景。可庆功宴怎么会办2次呢？我僵硬地站在角落，思考着这些画面的联系。一头乱麻之际，陆远不知何时站在了我的面前。沈家月，我们谈谈。我回过神来，把视线放在眼前的男主身上。上一次同学聚会忙着演戏没顾上，这还是我第一次完整看到男主的样貌。不同于顾怀川的清风拂面，陆远一出场便压迫感十足。黑色定制西装勾勒出他高大修长的身形，脸庞如同艺术品，完美的无可挑剔。只是眉眼间的冷峻如冰，让人忍不住想要逃离。我默默后退一步：你有什么事吗？
只见陆远冷冷说道：“毕业以后，你对曲绵绵做什么我全都知道。我没有动你，是不想曲绵绵伤心。但是我警告你，以后离她远点。如果你胆敢再做危害她的事情，我不介意让整个沈家为你陪葬。”你别说这么中二的台词，但是配上男主这张鬼斧神工的帅脸，我愣是说不出一句反驳的话。想了半天，我还在组织语言，曲绵绵就提着裙子跑了过来。她气势汹汹地把我护在身后：“陆远，不许你欺负月月，她可是我最好的朋友。”陆远拧着眉，想把曲绵绵拉到他的身边，我是让他以后不要再欺负你。曲绵绵却一把推开了他，挺胸抬头：“你懂什么？百炼成钢，月月这是磨练我呢。”此话一出，曲绵绵的脸上有多得意，陆远的表情就有多精彩。冷静淡漠的眼神里出现了一种叫做无语的情绪，显然霸总理解不了曲绵绵的脑回路。我没忍住笑出了声，却在陆远的眼神威胁下瞬间收敛，暗示曲绵绵赶紧把这尊大佛送走。杀气太重，真的觉得有点冷。看着曲绵绵好说歹说把陆远拉走，我还没来得及松口气，迎面又来一人。沈佳悦，好久不见啊！我定睛看去，原来是顾怀川。今日的他还是一身白衣，却没了从前的温文尔雅，脸上有疤，眼神极恨，整个人散发着一股疯狂的气息。我的目光落在他的脸上，淡淡道：“可惜了，这张脸。”顾怀川咧着嘴，咬牙切齿：“还不是拜你所赐？那么多的现金，想不被抢都难。”我点点头，有道理，所以你是来找我报仇的。顾怀川缓缓贴近我，阴郁地笑了：“你是我的公主，我怎么舍得报复你呢？我当然是来帮你的。”我把玩酒杯不以为意道：“你能帮我什么？”顾怀川在我的耳畔轻声说道：“我知道你不喜欢曲绵绵，我可以帮你毁了她，让她坠入深渊，万劫不复，再也不能碍你的眼。”说着，他把一包药粉直直洒落酒杯，向我示意：“公主，你瞧，多么神奇的魔法，不管是谁喝了都会沉睡。”摇晃均匀的酒杯递向了我，拿着他的那个人笑得好像地狱爬出来的恶鬼。他开口引诱：“不如就由公主你来，把他送给你最讨厌的人。”这一刻，我如坠冰窟，突然明白了沈佳悦为什么要刺伤自己。即使我害顾怀川被抢劫毁容，他也依然选择讨好我去伤害曲绵绵。那么他要讨好沈佳悦，必定也会做出同样的事情。这是沈佳悦无法违抗的剧情。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也不知道他的好朋友会有男主拯救，他只知道他不能那么做，他要保护他的朋友。所以他义无反顾，牺牲了自己。就在我强忍眼泪的时候，空间静止，久违的声音出现：“答应他，这是剧情。”我深呼了一口气，剧情就是我把曲绵绵送到顾怀川的床上，等着陆远来救他。系统默认。我忍不住开口讽刺：“你们的剧情可真恶心啊！”察觉到我的情绪不对，系统补充安慰：“你放心，男主出现得很及时，女主不会受到实质性伤害，而且做完这件事，你马上就能回家了。”回家？我喃喃自语，为了我自己回家，就要牺牲别人的幸福吗？系统不认同道：“没有牺牲，只是走个过场。这件事对女主一点影响都没有，你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。”我冷冷反问：“没有酿成恶果，就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吗？杀人未遂就不是犯罪了吗？”我身为女生，最是知道这件事对女生而言意味着什么，又怎么能把这么恶劣的事情加害在别人身上？而且你又不是受害者，你有什么资格替他决定这件事一点影响都没有？系统见劝我不动，开始生气，很多穿越者都这么做，也没什么大不了，怎么就你不行？有一种东西不能从众。我认真说道，那就是人的良心。我不能因为这件事的后果不严重，就忽略不看这件事的本质有多恶劣。我也不能因为很多人都这么做，就默认这是正确的做法，为了回家不择手段。系统沉默良久，解开了空间限制。既然你不想，那你只管看着就好。顾怀川收回他递过来的酒杯，笑得深沉。算了，还是不要脏了公主的手，我自己来。看着顾怀川离去的背影，我整个人都在颤抖。真的就看着吗？看着曲绵绵喝下有问题的酒水，看着顾怀川把他带走，看着这一切发生。沈佳悦决绝的面容和父母凄凉的身影在脑海中交织，我头痛欲裂，陷入深深的挣扎。直到曲绵绵伸手接过顾怀川酒杯的那一瞬间，我的大脑突然一片空白，什么都不想管，只想阻止这一切。绵绵不要喝！我冲了过去，拿起一个香槟酒瓶，狠狠摔在顾怀川头上。我让你下药，死渣男！鲜血迸开的一瞬间，画面交叠，我昏倒在地。昏昏沉沉间，我仿佛在空中看到了自己的身体，也俯视着周围所有的人。众人的面庞变得笼统，扎着玻璃碎片的胸口血流不止。曲绵绵泪眼朦胧地扑在了我的身上，急切呼唤道：“月月，月月！”我不由得感到一阵钻心的痛，忍不住想要伸手安慰痛哭不已的曲绵绵，还没碰到，就被一股无法抗拒的强烈吸力裹挟带走。我被带进了一个黑洞般的地方，熟悉的声音传来，带着无奈的叹息：“不是让你看着吗？怎么就是不听话呢？”我捂着胸口，轻轻笑了。我想了想，人的底线是不能改变的。
如果这次我为了回家冷眼旁观，那么下次我就有可能会递出这个酒杯。只要开了头，底线就会一降再降，搞不好以后还得为你杀人放火，面目全非。系统说道，你想得太严重了，我都跟你说了，男主会去救他的。我不答反问，系统，其实你从一开始就骗了我吧？根本没有什么霸总父亲的考验，他们家是真的破产了。系统沉默片刻，没有否认，你是怎么发现的？我数着手指，第一，真破产更容易让女主爱上男主，男主也会有更多的表现机会。第二，曲绵绵陪我去国外成长了很多，也吃了很多苦，宠爱他的霸总父亲已经达到锻炼他的目的，不可能不心疼他，还继续隐瞒真相。第三，没有父母会拿孩子的前程开玩笑，更不要说曲绵绵的父亲有多宠爱他。志愿被改，凭他父亲完全可以自己解决问题，到底是什么情况才会走投无路，需要男主帮助呢？答案很明显，除非他的父亲已经自顾不暇，否则绝对不会看着女儿上学无门，前途尽毁。系统默然，你很聪明。其实我那么说，只是为了让你走剧情的时候不要有太多顾虑。我摇摇头，所以我做不到，静静看着这一切发生。人在绝境的时候才更容易爱上对方。倘若曲绵绵没有惊慌失措受到惊吓，那么路远的英雄救美有什么意义？无论你所说的后果有多轻描淡写，我都不想赌这件事情会给一个女生留下多大的心理阴影。系统悠悠问道，那你不怕再也回不了家吗？留在这里很快就会死的。我撒娇示弱，你这么可爱的系统一定不会见死不救吧？系统冷笑，早干嘛去了？好好走剧情，什么事都没有，要死了才想起我。晚了，谁也救不了你。我耸了耸肩，叹了口气，救不了就算了，人生自古谁无死呢？我只是觉得有些遗憾，我的人生不应该是这样结尾。我有好多想做的事，好多想帮的人，我想证明女生不比男生差，想要站在高处改变这个世界，都来不及了。系统深深发问，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角色付出生命的代价，值得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异地而处他并一定会这么对你？我并不是想要为他去死。我垂眸浅笑，我只是选择了善良，无愧于心。不管是谁，我都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女生落入那样的境地。如果只能作恶才能存活，那也没什么意思。系统冷哼一声，你还真是个固执，傻的，我都不忍心让你去死了。剧情已破，我没有办法挽回你的生命，但是我可以把曲绵绵的女主光环换给你，让她替你消亡，而你就能留在这里或者回家，不管你去哪里，都会一帆风顺，前程似锦。你的所有愿望都会实现，只要你想，你将成为整个世界的女王。怎么样，你答应吗？条件很诱人。我忍不住轻笑，不过我拒绝。开挂不是我的风格，而且杀人良心太痛，睡觉是要做噩梦的。系统不解，他只是一个书里的角色，并不是真人呀。我摇摇头，认真说道，我从来没有拿他当纸片人看待。他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，把我当作最好的朋友，我也见证了他的真诚善良和快速成长。在我心中，她有血有肉，会哭会笑，她就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小女孩。而且你说她只是一个书中的角色，可我受你摆布，与她又有什么不同呢？我们的生死都在你的一念之间，说不定我也只是一个小小角色，被你逗着玩罢了。被你说中了，沈佳悦。随着低沉的语气缓缓而来，我的眼前逐渐恢复了光亮。看来有些事情还是跟你本人聊更有意思。本人？疑惑间，我的头脑突然一片清明，陌生的记忆如潮水般退去，留下的则是沈佳悦从小到大所有完整的记忆。泪水从眼角划过，这一刻，所有的旧忆都被拾起。我就是沈佳悦。看着眼前凶险万分的悬崖，再想到曾经被牢牢支配的痛苦，我不由得怒从心起。原来是你，你究竟想做什么？上一世，我的身体竟然不受控制地做出种种伤害曲绵绵的行为，我不愿意，却始终无法挣脱，只能备受煎熬，痛苦挣扎。直到那场升学宴，我再也不能眼睁睁看着绵绵受到那样的伤害。就在事情发生的一瞬间，强大的信念使我挣脱束缚，获得了身体的掌控权。可我深知这只是暂时的，过不了多久，我就会被再次控制，继续对着绵绵做出难以想象的恶毒行径。我不想伤害她，也不想再受煎熬，更不想让控制我的人目的得逞，所以我选择重伤自己，以此保全我最好的朋友。可我没想到，他竟然有这么大的能量，能够抹除我的记忆，让时间重新来过。系统哈哈大笑道，我只是想看看，死过一次的你，选择会不会有什么不同？你已经见识过我的力量，违逆我绝不会有什么好下场，我的建议依然有效，不如你再考虑考虑。我深深呼吸，远方的天空一望无际，还有鸟儿展翅高飞。有一种鸟永远也关不住，它的每片羽翼都沾满了自由的光辉。这就是我的答案。我生来自由，绝不愿做你手中的傀儡。系统狂笑不止，满是不屑。沈佳悦，你早晚会屈服于我，这只是时间问题。还记得我说你的寿命只有1年吗？那可是真的。唯一能够救助你的肾脏，就长在曲绵绵的身体里。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把你送回去，看看你会怎么选择了。
听着系统的话，我的手握了又松，满腔的愤懑不平很快化为释然。我看着悬崖下的惊涛骇浪，静静聆听他们奔腾怒吼的声音，自由澎湃，吞没心跳。我闭上眼睛，纵身一跃。去你妈的，恕不奉陪！本以为这就是我最后的结局，又或者是我和系统不死不休，可没想到，我活了下来，而系统彻底消失不见，只给我留下一封邮件。沈佳悦，你好，还没有正式的自我介绍，我叫管理者。你可以理解为，所有小说世界都有管理者，负责剧情的正常发展。我很抱歉，上一世以绝对强制的手段违背了你的意愿。当你宁愿用生命挣脱剧情保护朋友时，我不得不说，那一刻的你比我见过的任何女主都要耀眼。所以我私心里又给了你一次机会，我抹除你的记忆，给你安排了一个新身份，化身系统陪伴在你身边。我想知道这次你会怎么选择。然而你又一次打破了我的想象。不管你是不是沈佳悦，不管曲绵绵是不是你真正的朋友，你都始终坚持原则，不做没有底线的事。你的坚强独立改变了女主，让她有了自己的思想，不再局限于做一个花瓶。你也用实际行动帮助了更多的弱势女性，为她们点亮光明之路。是你让我明白，女生之间不只有竞争，还有互帮互助，充满友爱。你是真正的大女主，不输于任何一个男人。作为回报，我给了你一副健康的身体，还解除了这个世界的剧情限制，还你自由。另外，我还给这个世界增加了很多帅哥，算是额外赠送的小福利。在接下来的人生里，你可以尽情去做自己想做的所有事情，成为光，发散光，证明你自己的能力，照亮你想照亮的一切。我想我们还会再见的。我很期待这个世界因你而改变。曲绵绵番外，我有一个秘密，我重生了。上一世的记忆停留在酒会那天，月月用破碎的酒杯插进了自己的心脏。我眼看着他露出了释怀的笑容，张开嘴，似乎想要跟我说些什么。然后画面静止，变得空白。再睁开眼，我回到了高考完刚破产的那一天。本以为是一场梦，可当月月和上一世一样，在同学聚会上揭露了我家破产的事实，我便意识到那是真实发生过的。再往后的泳池落水、肆意欺辱、篡改志愿，所有事情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一个声音不停在我耳边引诱，要我早点认清他的真面目。可我知道不是这样的。我们从小一同长大，18年6000多天，他像亲姐姐一样照顾我，记得我的喜好，聆听我的心事，甚至比我父母还要了解我。而我也知道他的一切。他聪明、勇敢、正直、善良，他的未来注定会成为一道夺目的光，照亮全世界。所以我根本不信他会害我。上一世，我看出了他的痛苦和挣扎，他的身不由己，口不应心。我知道那不是他的本意，可我却不知该如何帮助他。我去问他，他却想保护我，什么都不肯说。重来一世，我只能尽量顺从他，他说什么我都答应，让他的任务完成得更轻松些。即使我要付出未知的代价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后来当系统告诉我他得了绝症，需要我的一颗肾脏，我毫不犹豫的就同意了。我真的不想再失去他一次。都说朋友是自己选择的亲人，我当然愿意为他付出生命，无怨无悔。不过还好，我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这一世，月月变得圆滑，他依然害我，却为我留出最好的退路。他教我成长，教我独立，教我主宰自己的命运，不再依附别人而活。我毫不怀疑，他从来都是为我好的。我想，如果敌人是想离间我们的友谊，那一定会输得彻底。因为无论发生什么，我们的感情都坚不可摧，我们爱护对方的心也始终不会改变。果然，在这场无声的战斗里，我们赢了。我们把后背交给了最值得信赖的对方，一生之中最好的朋友。友谊是宝贵的财富，它不应该被亵渎。15年后，时间飞逝，一眨眼，绵绵就要结婚了。上大学时，陆远并没有一起追到国外，而是留在了国内。他清醒而理智地追了绵绵10年，绵绵只说他们不合适。陆远很好，但不是他喜欢的类型。从耶鲁大学毕业后，绵绵开始边打工边环球旅行，四处去看新的风景，认识新的朋友，每天发生新的故事。3年后，他出了自己的第一本书，叫做《公主日记》，讲述了一个善良勇敢的小公主没有等待别人拯救，而是靠自己努力打败了火龙的故事。故事的最后，小公主加冕继位，成为女王，和远道而来的王子们做了好朋友。因为不落俗套且具有教育意义，此书一经发售，瞬间火遍全网。而她出色的容貌曝光后，更是被网友誉为小公主本主，多家大型娱乐公司都找上门来要捧她出道。这些绵绵都拒绝了。时光荏苒，她早已明白自己想要做什么，不是当一个大红大紫的女明星，而是写出更多更精彩的故事，在小女孩心中留下美丽的种子，教会她们自由、洒脱、成长和勇敢。她为此努力，几年之后再出新书《种花的小女孩》，直接家喻户晓，名扬海外。种花的小女孩心中有梦，勇敢实现自己的梦想，为梦想撒下美丽的花种，最终开出了美丽之花。这个故事点亮无数女孩的内心，给了她们追寻远方的勇气和力量。
而他也终于通过自己的努力替家里还清了所有债务。当然还有小彩蛋，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，爱情也悄然而至。绵绵一路走走停停，在浪漫之都巴黎遇到了一个知名漫画家，相谈甚欢。确认关系当天，漫画家就在全平台公布了他的恋爱关系，就连购物软件都没有放过。自此之后，漫画家笔下的女主角再也没有变过，所有故事只为一人展开。种种行径让粉丝们看得直呼甜掉牙，纷纷追更起了他们的恋爱日常。要说最精彩的，就是每年的求婚环节了。恋爱5年，每年纪念日漫画家都会进行一次五花八门的求婚，然后毫不意外的被拒，再跟粉丝们哭兮兮。直到最后一次，绵绵眼带笑意。那天的夕阳很美，我忍不住想要答应他。婚礼当天，当我正目送绵绵身披婚纱，与漫画家幸福而坚定地携手向中心舞台走去，坐在一旁的陆远突然开口：“不知为何，我总觉得她应该是我的新娘，我们还会有3个可爱的孩子。”我诧异地转头看他，一向不喜形于色的脸庞上似乎有泪光闪过，可等我仔细去看，又仿佛是一场错觉。那张英俊的脸上写满了冷静与克制，唯独没有感情。他像雕像般挺拔端正，宁静而专注地看着舞台上发生的一切。我翻了个白眼，第一句还挺煽情，第二句是什么鬼？3个可爱孩子，恐怖如斯。直到仪式结束，陆远的眼睛安静地弯起，这样也好，他看起来很幸福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有一种爱叫做成全，恭喜你毕业了。就在此时，一个久违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：“沈佳悦你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系统检测到你在15年内已经成为知名上市企业家区的总裁，身价突破10亿，援建希望小学159所，惠及15万余名乡村学生，其中女生9万余名。家区旗下卫生用品开展的全国性公益活动，15年内无偿捐赠消毒及卫生巾13万片，利用社会关系募捐8万片，为当地孩子开展生理健康课2386节。同时，嘉曲集团围绕女童教育、女童安全、女童健康开展的花蕊计划，15年累计筹集社会爱心捐款10亿元，捐赠人数达1384万人次，全国范围内被资助花蕊女童已超179万人次。15年间，你以一己之力帮助了不计其数的贫困女孩，让她们获得健康、自信和自由，使她们成为更加有尊严、有力量的女性。不得不说，你改变了很多女孩的命运，这个世界因你而美好。是你让我看到了女性身上的强大力量，所以我想请求你的帮助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越来越多的女性角色开始觉醒，我们管理者也逐渐分成了2派，一派固步自封，拒绝改变，而我们另一派则决心改变固有的父权架构，消除所有形式的性别歧视，赋予女性发展和平等的机会，尽力构建性别平等的世界。这将会是一场长期斗争，充满挫折、挑战和困难阻碍。沈佳悦，你有决心，有勇气，有智慧，我在此诚挚邀请你成为管理者的一员，和我们共同抗争，携手改变世界。你愿意吗？